大熊竟然变成了圣诞老人，胖虎又为何会卑微的跪在大熊面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是1年1度的圣诞节，圣诞树上挂满了礼物，街上充满了圣诞节的气氛，孩子们都挂着幸福的笑脸。大熊一脸向往地看着商店里的游戏机，但他还是叹了一口气，准备离开。很明显，他买不起。这是一位大叔送给他气球，说这是圣诞老人送的礼物，但大熊一眼看穿，这大叔是旁边三田玩具店的老板三田先生。大叔急忙解释，在日语中三田的另一种读音和圣诞同音，因此他就是圣诞老人。不过没等他说完，大熊人就走远了。回家的路上，大熊听到一个孩子问妈妈，圣诞老师是不是真的会去他们家？妈妈告诉他，只要做个好孩子，圣诞老人就会来。大熊一脸不屑的扭头就走，小孩子就是好骗。紧接着大熊又遇见了静香，两人在路上聊起圣诞老人。静香问大熊有没有决定好要向圣诞老人许什么愿望，大熊一脸伤心的站在了原地。静香说他去年圣诞节得到了玩具屋，今年的愿望他也已经想好了。可惜大熊并不相信圣诞老人真的存在。这时一颗棒球从天而降，小夫和胖虎也加入了群聊。小夫很诧异，大熊竟然不相信有圣诞老人。大熊更加觉得很不可思议，难道除了他，大家都相信有圣诞老人吗？静香给了肯定的回答，他没想到大熊这么没有梦想。小福也说，没有梦想的男人是会被甩的。就连胖虎也已经想好向圣诞老人要什么礼物了，一副新的棒球手套。大熊吃惊地看着三人，原来除了他自己，其他小伙伴都相信有圣诞老人，他们都在等今晚自己的愿望实现。大熊失落地转身回家了。哆啦美在帮妈妈做蛋糕，妈妈吐槽大熊跑个腿速度这么慢。大熊把买的东西递给哆啦美，无精打采地往自己的卧室走去。哆啦 A 梦在最喜欢吃的铜锣烧上加了点缀，变成了圣诞版的铜锣烧。他刚准备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大熊突然气呼呼地把门推开，嘴里还念叨着不公平。哆啦 A 梦不仅没吃到铜锣烧，鼻子还挂了彩。他好奇地问大熊什么不公平，大熊说圣诞老人给小夫他们送的都是好礼物，送给他的却都是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哆啦美好奇大熊去年圣诞节收到什么礼物，大熊默默地拿出一本名为《趣味理科》的书。哆啦美又问在这之前又收到了什么礼物，大熊又把一本《趣味社会》拿了出来，还有趣味算术、趣味国语。大熊很委屈地哭了，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但哆啦 A 梦觉得也许这些是圣诞老人认为现在的大熊最需要的。大熊则认为圣诞老人是在欺负他，他一脸淡漠地躺在旁边。哆啦 A 梦看他这样也不是办法，于是拿出道具圣诞邮件，这是可以让圣诞老人收到邮件的道具，只要在这上面写上地址、姓名以及自己最想要的礼物，然后放进邮箱，北极的圣诞老人就会收到来信，给你送来你最想要的礼物。但大熊却觉得这种好事不可能发生。哆啦 A 梦生气地带着哆啦美走了，他告诉大熊，不相信圣诞老人的话，圣诞老人是不会来的。但等他们一走，大熊就兴奋地捡起道具，再想要什么游戏，结果猫猫们根本就没走，而是蹲守在门外关注着大熊。哆啦美想和大熊一起把愿望寄给圣诞老人，大熊害羞的满脸通红，哆啦 A 梦则在门口偷笑。转眼两人就把邮件写好放进了邮箱。大熊还是将信将疑，圣诞老人真的会来吗？哆啦美带他一起拜了拜邮箱。转眼天空下起了雪，大熊爸打电话回家告诉妈妈，他要参加同学聚会，晚点回去。然而大熊妈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圣诞大餐，虽然很遗憾，但大熊迅速振作了起来。他们决定要连爸爸的份一起吃掉。不仅是野比家，小镇上的家家户户也都是阖家欢乐，共度圣诞。半夜大熊发现自己床头多了个礼物盒，看形状很像是自己许愿想要的游戏机，结果打开竟然是一本趣味英语。这下大熊彻底不相信光了，他拉开窗户怒骂圣诞老人是个大笨蛋，然后哭着埋怨圣诞老人总是欺负他。这时天空传来铃铛的声音，哆啦美抬头发现是圣诞老人驾驶着驯鹿车来了。随后圣诞老人停在大熊的床前，这次大熊真的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游戏机，哆啦美也拿到了他想要的蜜瓜包。圣诞老人叮嘱大熊要做个好孩子。哆啦 A 梦看大熊高兴的样子，终于可以安心的睡一觉了。第二天，小伙伴们纷纷表示自己今年的愿望落空了。小夫想要高级手表，收到的却是木质布姑娘时钟。胖虎的棒球手套只是稍微缝补了一下，没有换成新的。静香想要网球拍，却收到了羽毛球拍。只有大熊的愿望实现了，他拿着游戏机想上前炫耀，结果转念一想，过去一定会被胖虎抢走，
因此大雄决定还是回家玩游戏吧。半路上，大雄遇见一个孩子在哭泣，他想要的是三轮车，但圣诞老人没有满足他。大雄突然灵机一动，决定要做一名热心群众。两只猫猫不在家，但道具还在桌上，于是大雄决定要自己行动。他坐时光机来到前一天的空地，正巧撞见孩子们在交流圣诞节的愿望。当这个时空的大雄回家后，大雄跑出去告诉小伙伴们，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胖虎气不过，拎起大雄就要打。大雄连忙拿出道具，并告诉大家，这可以让圣诞老人直接收到愿望。他还把用法告诉了小伙伴们，结果这次反倒是小伙伴们不相信光了。大雄很郁闷，为什么大伙都不肯相信他呢？他来到那个小朋友家，告诉小朋友在明信片上写下名字、地址和三轮车，再投入信箱，圣诞老人就会带着礼物过来。小朋友十分高兴。最后，大雄又给了许多低年级的孩子明信片，并教给他们具体的用法。一路发下来，大雄手里的明信片也只剩下2张了。正好路边有一对兄妹，妹妹在得知这明信片这么神奇后，开心的原地蹦跶。做了好事之后，大雄的心情格外的好，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原本的时空，想看看自己做好事的结局。可没想到，那小朋友们却都在哭着说大雄是骗子。大雄人傻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他非但没帮别人实现愿望，还让自己背负上骗子的骂名。就连那个可爱的小妹妹也怒骂大雄是骗子。哆啦 A 梦吃铜锣烧的进度条再一次被打断，大雄决定先去北极看看圣诞老人到底有没有收到邮件。他摸到一个毛茸茸、热乎乎的屁屁，这是一只大北极熊。大雄吓得拔腿就跑，他慌不择路跑到一处悬崖，眼看就要掉下去了。哆啦美及时出现，把大雄救了回来。哆啦 A 梦真是拿大雄没办法，哪有人穿个短裤就跑去北极的？大雄说自己是想去调查一下大家的圣诞邮件是不是真的都寄到了。这时他发现孩子们写的明信片都回到了哆啦 A 梦手里，原来这些邮件都没有贴邮票。哆啦美告诉大雄，道具圣诞邮件是专门向22世纪百货店订购玩具的明信片，因此那个给大雄送游戏机的圣诞老人实际上是百货商店在平安夜特派的机器人送货员。几人盯着这一堆写着圣诞愿望的明信片犯了难。大雄想得很简单，他觉得把这些明信片再贴上邮票重新寄出就行了。但哆啦 A 梦表示邮票的价格非常昂贵，他是为了让大雄和哆啦美高兴才特意买了2枚。这下大雄又是好心办坏事了。面对着那么多孩子的心愿，大雄只好哭着求哆啦 A 梦，但哆啦 A 梦坚持要让大雄自己承担责任。没想到大雄立即跑了出去，表示要自己负责。大家伙一直等到半夜，大雄才扛着一大包东西回来。这些都是大雄翻遍了到处的垃圾站搜集来的破旧玩具。哆啦 A 梦秒懂，大雄是想用时光包袱机将这些玩具变成新的。哆啦 A 梦拿出了道具，然后神奇的踮踮脚，没一会儿所有玩具都焕然一新，但还剩一些没有收集完成。大雄正准备出去继续努力，哆啦 A 梦就拿出道具小机器人帮忙，让大雄休息一下。大雄累到秒睡，等他再次醒来时，哆啦 A 梦和哆啦美已经装扮成了圣诞老人。大雄十分开心，哆啦 A 梦也连忙用换衣照相机给大雄换装。没一会儿，大雄就变成了一只麋鹿。刚开始大雄很兴奋，但反应过来后，他立马哭了。礼物已经收集完成，他们要一起去派送了。做戏要做全套，他们特意来到北极，从圣诞老人的家乡出发。哆啦 A 梦拿出道具驯鹿型飞机充当雪橇，他们一路飞到日本，用穿透环进入小朋友的房间派送礼物。小朋友看见圣诞老人都高兴坏了，第一次当圣诞老人的大雄十分兴奋，甚至陪孩子们玩了起来。虽然轮流派送，效率还是挺高的，只不过在给胖虎和小夫送礼物的时候，大雄开始了恶作剧，让小夫跪着说了3遍谢谢，让胖虎跪着保证再也不欺负人。当然最后大雄也没忘记静香，静香眼睛都没睁开，无言的说了句圣诞老人好棒，大雄开心的飞起。最后是那对兄妹的礼物，哥哥的愿望是足球，妹妹想要的是妈妈。哆啦美有些担心这个特殊的愿望大雄没法完成，不过大雄早有准备，他给妹妹拿的是过家家玩具，但他刚准备走就被妹妹抱住了腿。很显然妹妹想要的是真正的妈妈。哥哥教育妹妹不可以让圣诞老人为难，但妹妹特别伤心，他认为真正的圣诞老人可以实现他的愿望。他们的妈妈常年要忙着开店，平时总是要到黎明才能回家。大雄觉得自己很失败，哆啦 A 梦却说今天是平安夜，可以让奇迹发生。他们来到兄妹俩妈妈开的小店，他遥控一个机器圣诞老人进去接替这位母亲的工作，并说这是为他准备的圣诞礼物，孩子们都在家里等着他。没想到女子严词拒绝了，这间店铺是她丈夫留下来的，
因此他必须要努力撑下去。大雄破防了，他激动地说：“你的女儿正在等着你，圣诞节是1年只有1次的特殊节日，求你了，快去吧！”大雄的真情流露，终于说动了这位母亲。他放下手中的工作，飞奔回家。兄妹俩看见妈妈回来，特别高兴。之后，小伙伴们在空地上分享着自己收到礼物的喜悦，但他们都觉得很奇怪，怎么那个圣诞老人跟大雄好像呢？要说哪里像，当然是都一样傻傻的啊。好了，本期问题，你相信有圣诞老人吗？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咱们明天见。